道你在里面，你不要躲着我好不好？你如果有什么委屈的、不开心的、不明白的，你都可以当面告诉我啊。沈清月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特别想跟你说话。我找了你一整天，藏了一肚子的委屈。如果你再不出来，我整个人就要胀气炸掉了。你是不要我跟东早了吗？沈清源，你就打算用后脑勺对着我吗？我听说人的视角范围是120度，你现在这样，能看到我吗？也对，你是射击运动员，是需要集中注意力的职业。但我又听说人在集中注意力的时候，视角范围只有25度，是不是我要走到你的正面？你才能看到我啊！沈清源，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个合格的女朋友。我是应该走到你面前占据你的视线呢，还是应该给对方留出一些空间？这件事情由你来决定，好不好？沈清源，你不要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当演讲家，好不好？来，东早，来，东早，你现在可是咱们家的专属小特务，快，爬到他身边，把他赶出来。东早，东早，东早，你不要学他呀！沈清源，你不要东早，也不要我了吗？沈清源，我都好久没看清过你的正脸了。沈清源，我给你看样东西啊，你看，这是我们高中时期的合影，你笑得多灿烂。那个时候你特别好，真的。你现在也好，你受伤住院的时候还拉着我自拍呢。所以啊，以前的你跟现在的你没什么区别。现在你不会丢下我，以前的你就更不会了。我还有一样东西，
这个是你以前送给我的，我一直留着呢。你都不知道那个时候你对我有多好。你要相信自己，你不是那种会丢下我独自跑掉的人。沈清源，为什么宁愿相信别人，都不愿意相信我呢？你说过的，消极和积极，你都会在，我也会在，所以你相信我，好不好？视你如风，不真实的存在，咫尺距离，触摸不来。带我离开这片海，空白如我，愿能随心中爱，感受世间冷暖天空，眼泪为你落下来。我相信那一个瞬间，与你目光碰触的海岸，你的心也有一丝波澜。如果我能够陪伴你身旁，为你绽放我所有生命，也许最后一秒，你不会再记得我是谁，至少我够勇敢。如果我能够陪伴你沈清源，你不要走。绽放我所有生命，也许最后一秒，你不会再记得我是谁，至少我够勇敢。如果还能够奢望多一些，让我依偎你肩膀睡去。我感冒了吗？沈清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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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在给我准备复合头的毛巾吗？
沈清源，丁医生，我发现沈清源多了一个新的症状，不知道开始多久了。是什么症状？他盯着镜子发呆，好像不认识自己的样子。不认识自己，应该是人格解体，这是分离症状的一种表现。患者通过把自己置身于这个世界之外，来逃避让他们痛苦的因素，就像灵魂脱离。差不多。患者一旦产生这样的感知障碍，会让创伤后应激障碍更加难以治疗。难道是我刺激了他吗？丁医生，我该怎么办？难道是我刺激了他吗？丁医生，我该怎么办呢？现在要我离开吗？还是说我去打120？我昨天就发现了，他看到我就会逃避，但是我一旦发生不好的情况，他就会克制，强迫自己来照顾我。那如果我一直在他面前，我怕他的心态会分裂得越来越厉害，到时候他的射击生涯……唐鑫，你先冷静。目前紧要的是，救助者需要分担患者的痛苦，所以为了沈清源，你也必须坚强，因为只有通过你的引导，让沈清源主动回来接受治疗，才有可能保住他的射击。丁医生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唐鑫，你必须带给沈清源正面的情绪，不要怕，因为你就是他的心结。他每一次面对你，就像面对创伤本身，他的痛苦就是失控的情绪，所以你能够不断地给他带来正面情绪，会对应矫正他的反应的，明白吗？好，我明白了。不要着急，你一定可以的，加油。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，你就立刻联系我。有些事情或许是注定的，但是我更相信人定胜天。人定胜天。沈清源，沈清源，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喂我药了？我睡得稀里糊涂的，是不是很难搞啊？把外套穿上。我不冷。沈清源。你手机没电了，我去给你充上电啊。我知道勉强不好，我小的时候睡觉也特别讨厌被我爸妈拎起来，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啊，不打不晒，一天不起。我来了啊！你怎么那么重啊？抬不动你，我抬床总行了吧？呀！床怎么比你还沉呢？沈清源，你不理我，我也有办法逗你开心。当当当当，
沈清源，欢迎收看唐心小剧场，这可是特供情景剧哦。啊，表演个什么故事好呢？那我就即兴发挥了啊。从前有一只小刺猬，高度帝王冷。参考你吧，沈清源。小刺猬呢，在森林里一向都是横着走的，因为它全身都是刺，没有人敢靠近它。但是这样时间长了，刺猬也觉得说，哎呀，高处不胜寒。有那么一天，刺猬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，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味道吧。刺猬也觉得说，鸭子好像对它有想法，所以刺猬纠结了很久，决定放下高冷，追它。可是鸭子吓坏了。鸭子认识刺猬的时候，刺猬还小，身上只有细细软软的小细刺。可是现在刺猬长大了，身上都是尖尖的大刺，鸭子怎么敢靠近呢？而且，鸭子也有自己的问题。鸭子小的时候在跟刺猬玩耍，不小心把身上的羽毛弄丢了很多。现在的鸭子看起来光秃秃的。所有的缺点都暴露在外面，他如果刺猬不保护他，搞笑作战失败啊！看来我确实没有什么搞笑天赋。说好的我能引导你、治愈你呢，现在完全不奏效了。晴晴啊，那我去给你做早饭了啊。如果别人伤害你，我可以保护你；可如果伤你的人是我，唐心，如果我能够陪伴你身旁，为你绽放我所有生命，也许最后一秒，你不会再记得我是谁，至少我够勇敢。是爱如风，不真实的存在，朝向最近的人而来，玩得像一个小孩，空白如我，愿能随心中爱，感受世间浪漫天空，眼泪为你落下来。我相信那一个瞬间，你终于下来了，那个我早饭马上做好了，一起吃吧。不吃早饭不准走。陈清源，安慰、搞笑都没用，试试让你见识一下社会的险恶。怎么和教程里写的不一样呢？沈清源，原来你平时看我是这种感觉啊。教程里说了，如果男朋友生气呢，来个3部曲就能很好，什么旋转啊、跳跃啊、亲吻，但是他也没说亲不上怎么办呢？
沈清源，你爸电话。你不接一下吗？那我代你跟叔叔说一声。沈叔叔，沈清源现在的情况不太好，我也想跟您交代一件事儿，也先跟您和阿姨说声对不起。沈清源这次应激发作，其实跟我有关系。真没想到东旭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没想到的事儿还多着呢。队长跟一小姐姐是情侣，真是坎坷。别这么丧，兄弟，咱们可不能守株待兔啊！喂，小唐啊，现在要紧的是让清源得到最好的治疗。我跟他妈妈呢也会尽快的赶回国内。在那之前呢，可能清源还得拜托你多照顾。放心吧，叔叔。对了，叔叔，您还记不记得沈清源发生车祸时的具体情况啊？具体的情况我现在记不太清楚，不过我现在手里有一些当时发生事故的处理资料。要不然我一会儿发给你看看。好，叔叔再见。谢谢。丁医生，小沈如果进入临床治疗的话，您估计得多长时间能恢复？这个我是真估不到，你也是知道的。沈清源他之前有过临床逃脱的前科。不瞒您说，丁医生，队里的压力来自四面八方。这马上就要过年了，4月份就是国家队选拔赛。如果那个时候，哎呀，我就先不说怎么跟学校、跟局里的交代了，就是怕小沈受的打击更是雪上加霜啊。他呀，就是之前的射击道路走得太顺了，突然坠落的天才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彻底坠入谷底，沦为凡胎俗骨，要么就是在历练成熟之后，飞升到更耀眼的高度。你觉得沈清源会是哪一种？我们还是先等唐鑫的消息吧。喂，小唐。喂，教练，我已经联系上沈清源的父亲了。那就好。不过有句话我必须跟你说啊，射击队春节的假期没那么长，如果假期结束以后，小沈还没有归队，我知道了，教练，我会尽快找到解决办法的。好，我争取替你们顶住上面的压力。我见过太多有天赋的选手中途陨落的先例了。这次啊，我豁出去教练的职务，也想保住沈清源。唐鑫，加油，等你好消息。小主播，赶紧把沈清源带回来啊！唐鑫，这次我也相信你和沈清源能渡过难关。肖姐姐，加油，让队长撑住。肖姐姐不怕，老天也会保佑队长振作的。唐鑫，拜托了。妹子，沈帅哥就靠你了。沈清源，这是场和命运的拔河，
所有人现在都站在你这边，所以求求你赶快好起来，好不好？由南向北方向，沈清源逆行，相撞。沈清源，沈清源，我们一起回一趟永城吧。沈清源，你看，这是当时的交通事故认定书，按照上面的记录。你奔跑的方向不是逃走，你是来救我的。你看，你真的没有逃走，你是来救我的。你要是还不肯相信，那我们就一起回实地验证一下。好吗？沈清源，我们先去住宿的地方放行李吧，然后再去给冬枣买点零食。这次走得急，我怕他东西没带够。冬枣？嗯，我怕他想我们，走的时候把他托运过来了。嗯。我们应该快到了，应该就是这附近了。不过，那个岔路口好像应该再找找。说起来，这里跟15年差好多哦。你看那边还修了地铁，路面也变宽了。确定是这条路吗？确定。小鹿也会长大的嘛。走吧。这个路口就是必经之路了。应该就是这里了。没事的，沈清源。你看，你当时的所有行为都被这个监控拍下来了。那辆车是从山上下来，它往南行驶，但你是逆行，那辆车就迎面撞上了你。沈清源，你当时绝对是打算跑过去救我的，你真的在跑向我。那我们上去吧，说不定你真的会有印象。那天，我就在这里。别说了，没关系的。沈清源，那天我们自拍完没多久就走到了这里，然后就遇到了劫匪。那2个人应该是有前科的，所以躲到了这里，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就……你想过去看看吗？我不去了，唐心，
我们回去吧。沈清源，既然你肯陪我走到这里，已经很好了，是不是也说明，至少你愿意相信我了？就算周越给的证据是真的，一张事故认定书，一张车祸现场的截图，2份真实证据的解释形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谜面，是不是也说明这件事情还有别的解释？唐鑫，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我？你这个大笨蛋，你果然还是不明白我的心意啊！因为我喜欢你啊，喜欢一个人怎么会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对我的好，我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感受到了，任何事情都无法轻易抹掉的。因为喜欢，所以信任。对不起。你一说这3个字，我就想哭。那我以后不说了。这还差不多。你以后不能再让我这么辛苦了。你以后也不能丢下我了。谢谢。那好，没事。来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爱吃杨枝甘露啊？不知道，下意识点。所以，你不是完全没有记忆，对不对？以前啊，你经常陪我坐车往返，就是为了来吃这家甜品。我最爱的就是杨枝甘露。你还爱开玩笑说，爱吃甜品的都是小孩子。怎么突然不说话？这么安静有点不像你。偶尔安静一会儿也挺好的。现在跟我就没话说，那将来住一起该怎么办啊？住一起？当然了，这个事儿可能性很大的。就算有这种可能，那也还放这里。做好准备，有备无患。晚饭吃什么？当然记得了，杨枝甘露，2杯杨枝甘露，谢谢。味道跟以前一模一样，难怪，其他店都换了，只有这家没变。他一定是在等着我回来。今天，你还记不记得？你当时特别爱说，专业的运动员就要少吃甜食。你不记得没有关系，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一走进这家店我就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。是不是因为像你说的，因为这里变化不大呀？看来枯地重游真的有效果啊！既然这样，那我们明天就重温一下高中时光，怎么样？该往哪儿走啊？是往哪儿走啊？你找不到回学校的路了。我肯定是来过的，我就是有点不太记路，路痴嘛。我导航一下。不用，
那边有公交车站。快！陈清源，你现在手机用的这么熟练啊？有备无患嘛。陈清源，你快看，这趟车的终点是我们学校，你还记得吧？永城市育英高中。我记得，我还记得你说过，你的学校是一中，在城南。傻了？你明知道我是在骗你的，对吧？忘了吧，忘了吧，反正我们现在要去找回真正的记忆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麻烦让一下。我有印象，特别是那条走廊，那个时候训练，往返班级跟训练场，2点一线，别的有点模糊。那是因为你在这里所有的重要记忆都是跟我在一起，所以其他都记不清啦。沈佳，你知道吗？每个女生谈恋爱都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带自己喜欢的男孩回一趟自己的母校。这个男孩越是对这里不熟悉，女孩就当向导当得越有成就感。我们进去吧。哎，站住！干什么的？这都放寒假了，你们俩不是学生吗？我们……哎呀，出去！我们哎呀，出去！干什么呢？这是。话说回来，翻墙进学校，倒真的挺像是学生时代的。沈清源，今天我就来带你看看真正的永城市育英高中，跟我走。刚才这俩孩子有点面熟啊。对，是他，没错，沈清源。篮球场，这里就是我无数次用头接球，然后某个叫沈清源的家伙神秘冒头帮我把球接住的地方。沈清源，还给我！沈清源。
行，来接着。这里就是教学楼了。这里呢，就是我经常偷看你的地方。还有这里是小卖部。要说它有什么独特的，是你第一次给我买冰淇淋的地方。可惜现在放寒假了。你还记不记得，游园会的时候，你也给我买了冰淇淋？记得，还是情侣冰淇淋。你看那儿，沈清源，射击馆。这里就是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的地方。这段故事的真实性存疑啊。虽然我想不太起来了，但我总觉得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。我应该比你想象的要更早关注你。重遇之后，我的状态足以证明。所以，当时我不可能抛下你，对吗？哎，你们俩跑啊！跑啊！哎呀，别跑，别跑，别跑！站住，站住，站住！跑什么呀？大门我都锁上了。大叔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应该偷偷进来的。就是我们以前是这里的学生，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回来看看。对不起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对不起。哎呀，我刚才想起来，你是射击队的沈清源，对不对？嗯。哎，你就是成天跟着他屁股后面转的小姑娘，对不对？唐鑫。唐鑫啊。现在不存疑了吧？是回来看射击馆的吧？是。那我开门了，领你们进去转转。这么多年了，既然回来了，到母校了，咱们要看就看得彻底点儿。走。谢谢大叔。谢谢啊。算了吧，师傅，不用开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对不起啊。
这来都来了，看看。大叔，我们这次回来太仓促了，等开学我们再来吧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好，欢迎有时间来参观啊。好，慢走啊。你怎么啦？沈清源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2个人关于奥运的约定啊？沈清，你开门去。你好，宠物运输，请签收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哎呀，重，想死我了。谢谢，不用客气。等着，想死我了。我看看。呀，热坏了吧？沈清源，沈清源，说了不许偷看。我不看了。我画的丑不丑啊？画的呢挺好的，但是少了点东西。少什么？看着。你的画胡子干嘛？我想陪你一起变老。那可是要一起闯好多关呢。喂，丁生，我跟沈清源现在在永城。他肯跟你回永城，已经是有不小的突破了。果然只有你能带着沈清源继续往前走。唐心，自从我开始为射击队做心理辅导工作，我就发现有很多的运动员，他们的心理问题要比普通人更加严重。也许是时候该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了。一次次重复创伤，直到对回忆不再产生恐惧。丁医生好像也提过，不过风险太大。要试试吗？唐鑫啊，这个洗发水没了。
沈清源，你送我的项链好像掉在山路上了，我回去找找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他朋友还能回来吗？不知道，看样子啊，哼，小姑娘，看来你朋友是不打算要你了，他是不会回来了。要不这会儿没啥事儿，陪我们哥俩玩玩？不会的，他肯定会回来的，你不要碰我。别想了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老实点。沈清源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，一定会的。唐心，沈清源，沈清源，沈清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。唐心，不管以后丢什么了，千万别把自己走丢了。当年就是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位置。当年那场烟花会，我在这里等了你很久，你都没有来。答应要一起看烟花的，我还特地的用心的给你写了一张邀请函。视你如风，不真实的存在，咫尺距离触摸不来，带我离开这片海，空白如我，越能随心中爱，感受世间浪漫天空，眼泪为你落下来。说好要一起来的，为什么不来啊？后来才知道，你是阴差阳错没看到邀请函才失约了。再后来，你答应给我补一场烟花会，说找了一个特别美的地点带我去山上。没想到，
半路就遇到。对不起啊，好像我从头到尾都在有意无意伤害你。没有，我也有问题，是我不懂事儿。如果当年我亲口告诉你的话，也许我们就不会错过了。唐心，我一定会补给你一场更美的烟花的。沈清源，重要的不是看烟花，而是和你在一起。哇！哇！哦！来，拍张照，拍张照。好，来，快。像一个小孩，空白如我，愿能随心中爱。其实我还挺喜欢烟花间歇的时候。射击是一项很安静的运动，和你在一起虽然不安静，但是我也能平静下来。你看，生活的本身就像这个靶子，如果一心只想着抵达目标，而忽略了外在因素的话，它们就会不断产生涟漪，把你推开，最终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先解决掉99%的外在因素，等解决掉它们，那么中心1%的目标本身，自然呢就会水到渠成了。你说对不对？你看，生活的本身就像这个靶子，如果一心只想着抵达目标，而忽略了外在因素的话，它们就会不断产生涟漪，把你推开，最终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先解决掉99%的外在因素，等解决掉它们，那么中心1%的目标本身，自然呢就会水到渠成了。你说对不对？你醒了，沈清源。早点起来，才能看到你睡觉的样子呀。你能不能正经一点？你现在应该好好问早安。早安，曹姐。早安，沈清源。我爱你。我已经准备好回队，完成我对你的承诺了。喂，妈。速度太快了，重来。表情不对，重来。
爸妈，小伙子，你多大了？啊，不对，怎么能空手来呢？重来，重来，重来。哦。哎，爸妈妈。 你们认识多久了？怎么认识的？你喜欢我闺女哪里啊？我闺女喜欢你哪里啊？你们平时是怎么相处的？你爸妈知道你们交往吗？不行，不行，太尴尬。排练之前，我们是不是得先把口供都串好？对哦，你看，嗯，我在网上收集了见家长50问。 我们现在就来问一下啊。第一个问题，你们两个谁先追的谁？啊，算了，家长应该不会问这么细致的问题。下一个，应该是你先追的我。是你主动对我散发的信息素，所以是你先追的我。 什么叫我主动散发的？明明是你主动先去闻的。不对，什么信息素乱七八糟的？你追我这么明白无误的事情，你怎么可以颠倒黑白呢？那至少之前肯定是你先喜欢上我。你都说了，是你先喜欢上我的。你昨天还搞不清楚谁先喜欢上谁。沈清源。 你怎么就这么坚持是我先追的你呢？男人嘛，总有点自尊心的。那，在见家长这件事情上呢，我们各自相互分别放下自尊心。 就比如说啊，你见我家长的时候，你成全我；我见你家长的时候，我成全你。OK？ 就是互相助攻嘛，我知道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一起进门，一起排练啊？这样更有效率。嗯。